台湾第一点。到目前为止，来这边大概有4、5千位小朋友来体验过，还没有人没钓到过。我的目标鱼来了，我目标鱼来了。哇，摸一夜干，煎一夜干是不是真的就是不用油，不用锅铲？对，没有下任何的油它就这样。哦。3只纸鹤片锹形虫，你只要会折纸鹤，就有办法做出锹形虫。没有错。但我找不到纸鹤你看，它这有纸鹤吗？你有看到纸鹤吗？帅哦！整个做起来，你看整个的感觉，感觉就像抱着一只真的树懒一样。明明就是在一个高处，然后欣赏着风景，就好好的，我就不懂为什么要有那个。对，就是这个，龟缸的啦。我觉得呢，台湾第一等就是要把我训练成一个天才小钓手。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我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现在可以基本上钓鱼几率、中鱼的几率也可以提升那么一点点，对不对？不信的话，来你看，有鱼我往哎呦！哇，3个，是不是都有中鱼？不管中的大跟小，但就有中鱼嘛。而且我现在也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个钓竿啊，它的设置啊，它的整个的架构，它是拿来做什么跟钓什么的。不相信是吗？证明给你看。老板，哦，老板你好，我是小豆，你好。我们这边你说这边其实是一个休闲鱼池是吗？对。它怎么样的休闲鱼池？上面可以喝咖啡。喝咖啡那是次要的，最主要是让小朋友来体验钓鱼的乐趣。小朋友，对，让小朋友来体验钓鱼的乐趣，多小？现在目前最小可以钓到鱼的是2岁，2岁。像这种小钓竿，就是专为小朋友设计的，小朋友设计的小钓竿。这是专为小朋友设计，但为什么我觉得我拿起来刚好啊？对，你应该是拿这种。是哦，等一下让你体验一下大龙胆的拉力。哇塞！对。等一下，小朋友中鱼的话，小朋友应该是不小心乱拉到的吧？对，我们会从头，他们不会开始教，连钩饵、什么抛竿、中鱼怎么拉鱼，从头开始教。每个小朋友到目前为止来这边大概有4、5千位小朋友来体验过了，还没有人没钓到过。有没有大只？爸爸有厉害吗？有没有厉害？这是什么鱼？白带鱼？不是白带鱼，这个是什么鱼？鲈鱼。对，鲈鱼好不好吃？好吃啊！哦，妹妹有中鱼了你。哎呦！你中鱼的啦！中鱼的。有没有？钓到了哈！钓到了。哎呦，你们自己抓。溜起来，你们自己溜起来。哎呦，怎么样呢？溜起来，看起来了啊！你看哦，哎呀，你自己钓，不要，我来，我钓。好了，你看，举起来不？我钓啊。我你还搞你改，那网友钓个戏哇，你看看，教育不能等的。我如果从2岁开始钓的话，现在我应该也是蛮强的了。应该是世界第一定的钓鱼达人。我是台湾第一定，世界第一定是另外一组啊。我懂。那等一下我们来体验看看。好啊，这是钓什么龙胆哦？这是龙胆。如果你要钓金鲳的话，大概这种中的就可以了。好，等一下，
龙胆现在这个季节钓得到吗？他们不是在休息，几率很小了，几率很小。所以你要叫我几率很小，然后叫这不会钓鱼的，再去钓一个几率很小的，就试看看了。你是觉得我会钓到他打哈欠的时候吗？有可能啦，有可能。好了，没关系啦，反正我钓鱼呢就是看运气的。我就是下去，有一个人哈，他是我的师傅，他姓姜，叫姜太公。啊，有可能，有可能，就随便丢，你要吃你就来吃吧，不吃也没关系。对对，来这边保证让你钓到满意，真的哈。好，行啊行啊，钓一下，钓一下。礁溪的石槽休闲农业区是宜兰重要的鱼虾蟹养殖生产地。4年前，阿布大哥租用当地的废弃鱼塭，采用生态循环、友善环境的方式来饲养。现在更开放鱼池，主打亲子钓鱼，全家同乐。不论钓竿或饵料，渔场通通帮你准备好，还有专人指导。更重要的是，因为是自家养殖，鱼量充足，从2岁到92岁都能轻松钓到大鱼。大哥，那我们现在钓竿有了，那你不用饵哦？在池子里面现抓。现抓？你怎么抓？因为我们这边是鱼虾共生，生态养殖。对。啊，就是龙胆，还有一些鱼类跟虾子、草虾、白虾、胡须虾全部养在一起。对。啊，所以它平常就是吃这个。对。所以我们抓这个来钓看看。哦，好啊。这里有一个黑杂啦，啊，就是放饵料，下水会继续吃饵料。好。然后我们会拉起来之后，里面就有虾。对啊。你再看一下。真的哎，要不用这个来？真的有虾子哎！鱼虾共生啊，就是生态养殖的一个概念啊。生态养殖也是近几年很流行的养殖方法，友善养殖啊，不要放药。对啊，不要放，对土地比较好啦。OK， 我们现在终于钓竿有了，饵料也有了，给啊，钓鱼啊！好。现捞活虾不仅新鲜，而且具有活性，是所有饵料中品质最高。而阿布大哥则使用冷冻虾，比比看谁的虾会先中鱼呢？我们现在钓的这个，它的泳层是金鲳的话，大概中泳层。中泳层，所以这样是可以的。对啊，鲶鱼啊是中低泳层。OK。对啊，2只我都抛看看，看哪只会先中。好啊。这只是钓剥壳的虾仁。这是钓活虾，这只是钓活虾，对，2只都试看看。来哦，看看它，看看这几年钓鱼有没有进步。所以这不用太动它，不用太动，因为反正我的是活虾，它都已经会在那边跳了。对，我这个才要动一下，因为你那个是剥壳的虾。那金鲳它吃的感觉是怎样？是突切的对，而且还淡。金鲳它动一下它就拉走了，动一下就拉走了。它鲶鱼也是每次，所以不用等它。不用等。因为像我们之前有在钓那个就是南美大亚有没有？对。它会变成这样，你才要开枪，慢慢吸的。啊，在农业时性呢，它就是冲过去来就抓走了，对。啊，龙胆也是，如果龙胆吃出去，它瞬间就不见了。哦。懂了。对，怎么都讲了几句话，都还没有鱼讯呢，还没那么快，是吧？现在是钓大的。哎呦，没有小的鱼来乱就对了啦。那个亲子池是后面那2只，这个是专业的在钓的。钓鱼呢？这吃的啊？这吃的。为什么你都在吃？这在吃的，看看。对啊。可能是小金鲳，我可能是小金鲳。他那个吃的，有没有拉？中了，来，我给你拉来，中了。不要，我自己钓。为什么你可以就这样就钓到？果然是你的池哎！同样的东西丢同样的地方，只吃你的。所以我跟你讲，鲶鱼。边啊，鲶鱼，我们今天都是钓鱼。好漂亮哦！其实蛮漂亮的哎。
很像野生的哈。跟野生的一模一样。很漂亮哎。身上都变成紫色的。哇！对，它是自然，我们没有在喂饲料嘛，它就吃里面的虾子啊，对。哇，酷啊！它这样为什么？它这样会流血？刚就是钓到啊，就钓到被鱼勾到。就流血。再把它丢回去吧。OK。因为那不是我的目标鱼，我的目标鱼是金鲳。对。真的是人家，我跟你讲钓鱼啊，人家还是觉得钓鱼还是看运气，真的。你有钓鱼的运气啊，丢了就是中，丢了就是中。那我们换钓竿，你换这只，我换这只。我不要，我要再丢，我要再重新丢一次。为什么我的会没有在吃啊？还是你给我虾子放太大只，他不敢来了，他吓到了。因为你的目标是要钓大的嘛，所以我用大的下去。等一下，我来那边丢过去。我没有，那是我在动啊，你的又在吃了。大咖。你们到底是要打击我多少心情？哇，一夜干，先一夜干是不是真的就是不用油，不用锅铲？对，没有下任何的油哎，它就这样。哦。台湾第一点，你们到底是要打击我多少信心？哦，为什么啊？大哥，我是叫你来教他的啦。你要给一个咩那丢啊 ？OK。我们钓到龙胆了。那个丢龙胆，到底是为什么啦？看到人家这样钓到鱼的感觉真的很差。然后你看，明明是新鲜活跳跳的活饵，连鱼讯都没有。哦，我是不是攻击性太强了？你握一下竿子，你握一下。我跟你讲，人家有的人就是这么讲。你知道吗？你如果杀气太强的人呢，你拉住竿子啊，鱼不敢靠，因为他会觉得哇，那有一股光芒。这样，你帮我拿的，开始吃我再接手。好。那我跟他比战，我比战。来吧。圈，真的，自己做效果。等一下，你不要乱动，不要乱动。没有呢，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这个连明明是活饵它都不吃哎？跟你讲，冬天好，冬天的鱼它攻击性没那么强。对，所以我们。钓虾仁，我钓虾仁，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好，你换一下应该会有效果。是哦。对。那你早说嘛！你在那边拿这个活虾给我，根本就在打击我信心的，还是这是老板的那个伎俩？所以冬天的鱼比较喜欢的，你知道吗？就能啊！钓友们公认，冬天的鱼最难钓，因为这时候的它们食欲减弱。虽然活虾具有刺激性，
但味道不够。看阿富大哥连续中鱼，我决定改换腥味比较重的冷冻虾。有了这股味觉刺激，再不中鱼，我真的要退隐钓鱼界喽。我的目标鱼来了，我目标鱼来了。哦，哎，这个拉力，哎，这拉力很强，而且它刚刚咻下去的，我锁紧了，我锁紧，不要太怕线会改。啊，你面对鱼，对，拿对手拿高一点，对。看这个看嘛要外照力。哦，我的天哪！快看到它了，快看到它了，看看是什么鱼哦，快出现哦，是什么？哦，金汤，大金汤，哦，终于，目标鱼来了，哦，它钻的也太快了吧！哎，钓金鲳好玩呢。对，它拉力比龙胆还强。钓什么龙胆呐？钓金鲳啦！到了。我已经拉到线都已经卡住了，还不知道。放了吗？这样有放吗？哇！要不要抓看看？哇！好。你抓得住吗？抓住吧。抓尾巴。对。力量很大。金鲳鱼，大金鲳。阿内啦，来，哎，再帮我绑一个，我要再钓一次。那要不要挑战龙胆？不要，我觉得金鲳比较好玩。金鲳比较有力。金鲳比较好玩，真的。龙胆那个拉力是，不是，就好像拖到一个拖拉库，你就好像拖吊车在拖拉库拉的。金鲳像拖到什么，你知道吗？像拖到一台超跑。你说，哎，金鲳好玩呢。这个人有没有中鱼？表情怎么会差这么多呢？不过话说回来，金鲳的拉力简直就是超跑等级耶！那种瞬间的爆发力，如果可以，当然要再好好体验一次。趁着我钓鱼的空档，大哥说要去准备渔场的招牌商品等等，请我吃美味的午鱼一夜干。大哥，我们这个一夜干。哇，你的做法是哪一种？我刚听你说你是开背，对，就是所谓的蝴蝶切了。蝴蝶切啊，就是鱼眼先打好之后，对，然后鳃拿掉，对，它肚子在里面，对不对？对。如果拿肚子的话，就拿刀子把背切开，翻开，肚子拿起来。哎，你试一试，因为我们刚才来说，我都是用剪刀，然后我就直接开肚子。哦，那我们就拿这样子。对。哎，蚵是好鱼哦，人家很棒。以前人家就在讲说，硬蚵、米胸、沙贝纳、细贝嘎，对不对？对。但是很多地方的说法不太一样。对啊，可是蚵鱼都是排第一个嘛，不管到哪里它都排第一个，为什么？因为它第一个它油脂丰富，然后刺少，然后就叫它的那个肉质细腻，它营养价值高。你看，难怪它都是排在第一个。不管是野生的或是养的人工养的都很好。哇，内脏有些可以不要，但有些是要的。对，内脏我们都是拿掉了。哦，真的吗？都是统一都拿掉。这边有那个血块啊，把它切完之后，切完一起处理，好不好？哇，这只都可以。这比较好用，就是背向右边，对，把手稍微压一下。很安全，刀子一般划掉，一划掉哈，就吐丢啊！真的最怕被吐丢。人家说，蚵这种小的叫蚵，再大的
野生的有大概月10之内，我们就叫那个保定哦。保定哦，这个品种是一样的，就是养殖池里面密度高，没办法像野生的养到月10只。哦，你曾经这里养过最大的有多大？大概1斤左右，最大的就1斤了。这个都蛙鱼就是的习性，它大概养殖的话，1个月成长1两。1个月成长1两，从苗开始1个月2啊，长到这么大要8、9个月。这个是9两嘛？是9两而已。对，这个9两。美味的一夜干，除了鱼肉要挑选油脂丰富、腌制的酱汁更是关键。将清洗干净的鱼肉擦干水分后，放入酱汁，大约浸泡2个小时就可以捞起来晾干。一夜干的做法源自于日本北海道地区，在冷冻技术还不普遍的年代，当地渔夫为了保存鲜鱼而发明这种腌制风干的处理方式，浓缩了鱼的精华，同时也保留了鱼的鲜嫩。哇，蛙鱼一夜干，做好的一夜干是哦，交给小豆你的厨艺看看。哇，帅！但我再跟你确定一下哈，煎一夜干是不是真的就是不用油，不用锅铲？对，我们这边是这样嘛，对不对？你们这边也是嘛？对。然后煎完之后用手撕，用手撕嘛？对嘛？我们来试试看，一夜干，哇，一夜干，大概中小火就可以了，对吧？哦，差不多。哇，肉先下啊，肉这边先煎。哇哦！听说我们蛙鱼的这个油脂啊，煎出来之后，你等一下会看到，我们刚刚都没有下油，现在也没有放油。等一下你就看到那油是这样，油亮的，肥水有，一鲜有啊。对啊，哇，听到吗？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你知道平常有油才会哔哔哔哔哎，没有油下去它已经哔哔哔哔了哎。其实叶干很容易熟的，它手指还没有熟。对啊。哇！太大了。你们都闻不到，对不对？好香哦！3只纸鹤变锹形虫，你只要会折纸鹤，就有办法做出锹形虫。没有错。但我找不到纸鹤，你看，它这有纸鹤吗？你有看到纸鹤吗？帅哦！整个做起来，你看整个的感觉，感觉就像抱着一只真的树懒一样。台湾第1点。好，有学过啊？主持有练过？因为我跟桌子一般高就要翻锅嘞。看一下它的油脂，你看一下，没有下任何的油，让它变成这样子哎。这边大概也黄金呢，2分钟左右啊，就可以了。哇！看这个，因为这个时候还是用到锅铲，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吃尾巴的这个鳍的部分，我要稍微把它压一下，这样的尾巴鳍哈，不会做的。头尾最好吃的。对啊，这通常我是不告诉别人。你看这个油，你看有没有看到？有，来，没有下任何的油哎，它就这样了。还一直在下油啊！这个时候要是有一碗白饭呢，把那个鱼油直接拌在饭上面，升天啦！白饭等一下我来处理给你。好啊，有吗？有白饭哦，来一碗。哦。太棒了！来，一个 set 就是这样子。人家有猪油拌饭，我们是鱼油拌饭嘛。
等一下再有没有一点点酱油，薄盐酱油来一点点？还是不用？这本来是咸的，就会咸，会咸哈。那就这样咯。对 ，OK 这样。那老板就不好意思了，我先去吃了哈。对，然后我来准备一些鲜鱼汤给你配，好不好？这种佛心渔场到底哪里找的？外表煎得金黄酥脆的五鱼一叶干，感觉连鱼骨头都可以直接吃下肚。搭配客制化的鱼油拌饭，再来碗鲜鱼汤，最友善、最低碳的鲜鱼料理，开动喽！大哥，对，从哪吃比较好？你喜欢吃头还是吃肉？我是脚头，这个。吃椰干就是用手吃它这个味道。哦，他那个酱汁配方一定要学啦，他那酱汁配方不学不行哎，太夸张了。好吃哎，它有一个很甘丁的甘口，对，它甘甜，它不咸。而是因为我们的鱼是养纯海水的，我们不加纯海水，不是一般养半咸水的，都是养纯海水，所以它有一个海水的味道。而且你这边海水取得也方便，对不对？宜兰这边就是好山好水啊，或者吃起来吃。哇，我的老天爷！满口都是油，对不对？都是鱼油，好好喝。它这个不会像一般有些做起来肉会散开粉粉的，我们做起来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胶质比较多，而且是因为宜兰这边纬度比较高，它聚集的胶质油脂比较多，天气比较冷的，它会储存它的脂肪。所以在南部养鱼，虽然说蛙在南部养非常的好养，对，但是它的油脂可能没有办法养到像我们在北部养的鱼本身这么油都比较多了，对。但就是台湾的水产，我是希望台湾的人就是多支持台湾养殖的水产，对，而且少吃一些进口的，少吃进口啦，然后吃当季吃当地，然后产地直接到了餐桌，再来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捕捞，它会是一个永续的经营。您原来是学什么的？你怎么会知道用这样的方法？我原来是做房地产。那你原来是做房地产的啊？怎么会？这是老家的事业吗？没有，我自己出来，我想要有兴趣想要做啦。我喜欢钓鱼嘛，我就觉得奇怪啊，养殖的鱼容易生病，还要用药去给它医，可是海里面的鱼为什么不会生病？对，也不用医，对，还自己繁衍。海里面最大的敌人是人，对，人去给它污染啊，或者去过度捕捞啊，都让它濒临绝种。可是养殖的鱼，如果你把它做成海一样的生态的话，对，它就不会生病，不用生病就不用用药。对，我养殖的理念就是不要让鱼生病，然后鱼不用生病，不用用药，人吃到的鱼也是健康的，人也是健康的，对，健康，好棒，超棒，哇，那我就继续吃了。台湾的五鱼养殖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从微咸的淡水到纯海水的都能养。阿福大哥以纯海水养殖，虽然拉长了生长时间，却使鱼的肉质更为弹嫩。坚持不投药的生态循环养殖，就是为了要养出让太太敢吃也爱吃的健康水产。而他也欢迎大家有空来钓鱼尝鲜，挑战跟大鱼搏斗的乐趣。纸是人类文明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发明，光是从纸衍生出来的商品就超过了上万种。台湾第一等多年前曾经采访过一位纸箱艺术家钟凯强，靠着一张纸一夕爆红，甚至吸引好莱坞专业特效团队越洋采访。而当年懵懂的大学生，历经了当兵退伍踏入社会，这位堪称天才艺术家的凯强会有什么惊人的作品呢？虽然说时间不存在，但是如果给你一个数字，8年，这8年你能够做什么？也就是说，8年前跟8年后，你有多大的不同？不信的话，你可以回头看看我8年前。
台湾第一人曾经采访过一个天才的纸箱少年，听说8年前的他已经很强了，但8年后的现在，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又更强了。来去找他看看。我发现你在做身上有鳞片的东西啊，其实是真的是很适合用纸。哦，还有一个关键，哪个关键？我有种毛，哎，它在鳞片之间有毛。你种的是什么毛？台湾第一点。所以你是，天才少年果然不一样啊，思维也很不一样。你好，你好，你好，我可以进来了吗？可以。好。哇，博士你好，你好，你好。所以这个都是，这都是纸做的对啊，都是纸板做的。哇，你好强哦！所以你8年前的时候是几岁？我8年前算一下，14岁。14岁。对啊。哇，你8年前14岁你就已经这么厉害了，所以当初8年前是他们来采访你。对啊，那当然喽。哇，真的哦，好强哦！你8年前是做了什么事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做了一个纸板钢铁人。纸板钢铁人。等一下，钢铁人是你做的吗？不是吗？是的吧？不是啦，8年前是我啦。哦，是你做的。我啦，对啦。那等一下，这位先生，您是来？他是学徒土豆。哦，是学徒。对对对。哇塞，学徒啊，学徒！你怎么会说8年前是你做的呢？差一点就上位了。差一点就上位了。对。你好。哇，原来当初8年前是你啊。对。哇，8年前你那时候怎么会想到做一个像钢铁人这样的东西？像钢铁人就是我电影看完很喜欢，我就去做了，就这样。哦，就纯粹只是这个出发点。对。您原来是学什么？我的高中是一般高中，对。但做钢铁人的时候，我是美术系。你是美术系的。大学时，因为在网站上分享了创作，凯翔接到了来自好莱坞特效学校的邀约，透过岳阳视讯展示作品。其实凯翔在上大学之前，并没有正式接受过任何艺术教育，而是凭借着一个热情跟兴趣，利用资源回收纸箱，折出令人惊艳的纸艺世界。这个是你做的吗？对，最近我跟土豆一起做的。哇！所以这个东西跟钢铁人的难度，对，哪一个比较强？难度比较高。你讲难度，我会觉得是这一种。为什么？因为它的线条比较柔和，是软的流线的。钢铁人是硬的，对，是很多直角出直角。对，那纸板是硬的，做这种硬块面很正常，就比较简单。对，但是要做像触手这样软，要把它这样揉成像这样子。对，其实就比较不好做。哇，好酷哦！这整个真的是从后面也都是它连脊椎骨都有对。哇，好强哦！那你最近还做了什么？最近这是最新完成的，对，然后下一件是老虎，因为今年是虎年嘛。虽然有点晚，但是还是把它做出来。在哪里？现在有出新吗？中间的工作区域那边。对，正在做。看一下没完成。所以就是要用这些东西，只有这些东西。对，工具就这么少。你要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品。对，就这样。对。然后你说那只虎在哪？在这里。对，然后现在做一半，对，你可以转它。哦，真的是蛮一半的。对，是啊。不是，它就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很难想象这个之后会变什么样子它现在就是一个骨架啦。对，你可以看，我们的骨架就是用十字的方法去交错出来。对，然后外面再堆叠我刚刚讲的肌肉纹理，像这边这样。我这样把它堆起来。对。好，慢慢做到前面这样。
这一只完成你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应该要1个月，因为我还想装翅膀。哦，会飞的。对对对，就比较奇幻一点。那你以前怎么会突然间？你是突然间觉得要做这个东西吗？用纸来做钢铁的？其实没有，我是从小学开始折纸。折纸？对，用色纸去折。是不是因为谈恋爱折纸鹤？没有，我们没有在折纸鹤，我是把纸鹤变成锹形虫。把纸鹤变成锹形虫？对对对。用折的吗？对，3只纸鹤拼起来嘛，头、胸、腹拼起来变成锹形虫。我才不信。3只纸鹤变锹形虫，你只要会折纸鹤，就有办法做出锹形虫。没有错。你可以翻到背面，你可以看到3个，有吗？这边1个，对，这边1个，然后这边1个，啊？有吗？有感觉吗？我找不到纸鹤你看，它这有纸鹤吗？你有看到纸鹤吗？凯翔说，小学5年级时，因为自然课需要，他开始养独角仙，研究如何用3只纸鹤拼凑出帅气的锹形虫，也开启了他对折纸的无限可能。用纸板制作动物是他的强项。在开始制作之前，凯翔会先在纸板上画出简单的构图，然后就直接凭着手感开始折。到底他的创作有多惊人呢？只能说叹为观止啊！哎，帅哦！整个做起来，你看整个的感觉，哎，感觉就像抱着一只真的树懒一样，好酷哦！这些都是你历年下来的作品啊。对，从大1到现在。哇哇哇！好，我们这一只是什么鱼？这个叫邓氏鱼。邓氏鱼。对。邓氏鱼也史前的生物。古代的，对对对。OK， 那这个呢？海龟。海龟。哇，漂亮！海龟漂亮，而且海龟用你的纸上去做的那感觉，它真的整个鳞片什么都是有的，太帅了啊！这个呢？是枪鲫鱼。枪鲫。对，枪鲫也是古代鱼。哇，对，古代鱼，但是到现在还有。对，到现在还有。对，活化石。哦，枪鲫。哇塞！而且你都是把它研究的都还蛮透彻的哈。对，我们在做作品前都会上网查骨骼肌肉解剖之外，还有各种特色。这个呢？这个安康鱼。哇，这只是母的。等一下，这一只是母的。对。为什么你说它是母的？因为公的在有吗？有看到吗？有一个小小的。有吗？小小的什么？小小的公鱼在这里。你可以把它拔起来。可以拔吗？可以。为什么公鱼跟母鱼差这么多？它会在黑暗中，因为这是深海鱼嘛。对。然后它会在黑暗中游来游去，好不容易找到母鱼之后，它不想放手。对。它就会咬住它。咬住它。然后它们就会，咬住它。我试一下啊。咬不咬到？先看要问它要咬哪里。我找。搜寻一下。我找一下，它能够咬哪里？好不好？它真的，它自己会咬回去，没咬到地方是不会咬的，看咬啊。咬住它，然后呢？对，然后它们就会融合在一起。哦。母鱼就会一直给它养分。对。然后母鱼要怀孕的时候，公鱼就会给它精子。哦。它们就不会再分开，因为在黑暗中太难找到彼此。对。所以有时候怎么被你讲一讲，安康鱼好像也蛮浪漫的，在黑暗中太难找到彼此，所以一旦找到就咬住不放，是吗？太浪漫，受不了了。安康鱼，哇，而且做的真的好像哦，你嘴巴这个，哎呦，好漂亮哦，太漂亮了。还有什么？这个长尾鲨。对，跟我做一半的泰国虾。这泰国虾也太像了吧？这是纸做的吗？对，你可以看背面。这感觉怎么好像是我们去吃泰国虾场，然后吃一吃剩下来的虾壳，你拿回来弄的？桌上还有盐巴的。对啊，很像真的很像
台湾第一点。哇，而且你看，它连虾壳都很讲究，里面真的都是要像这样。对，有没有？虾膏会是在这个位置。对啊，哇，所以让它吃了一定从小就喜欢动物的凯翔，不管是画画、折纸或是纸模型，创作的对象始终都是最爱的动物。每一次创作，事前的准备工作总是马虎不得。如果是制作动物，要先了解它们的骨骼结构与肌肉纹理。不论是拟真化的小动物，或是体型较大的生物，透过凯翔的巧手，跃然纸上，重获新生。我发现你在做身上有鳞片的东西啊，其实是真的是，哇，很适合用纸上去做的这个。对，而且做穿山甲的时候，我有去中兴大学的标本室，对，去看它穿山甲的鳞片啊、标本啊，对，怎么排列。哦，所以你就照它的那个像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去看，它有2种鳞片嘛，一种是一般外面这种扁扁的，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有角的，对，有角的，然后尾巴的这种，对，主要是这几种。哦，你好厉害，超强。哦，还有一个关键，哪个关键？我有种毛，它在鳞片之间有毛。这种的是什么毛？这是烤肉刷的刷毛。哦，吓我！不是，我觉得是烤肉刷下来的毛。不是烤肉刷的刷毛。烤肉刷的刷毛。对，这是我去看标本的时候很震撼的一件事情。它有毛，从鳞片之间穿出来这样子。哇！所以我就把它重现出来。真的是漂亮哎。这边呢有几个作品是让我觉得很讶异的，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是为什么它又有像人的形状，但是却是有动物的犀牛 ？OK， 这个是大象，对，麋鹿，为什么驼鹿？为什么会有这个？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系列是我大学毕业制作去制作的。对，那我一直就觉得说我最在乎的事情不会是什么感情上还是什么样，对，从小到大最在乎的就是动物，所以我的画画、我的折纸、我的作品一直都是以动物为主轴。对，那毕业制作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用我很擅长的方式去宣传说动物保育这件事情。对，那我要怎么去做？像讲大象好了 ，OK， 大家都知道象牙会被人拔走，对。但是如果只是做一只大象，好像又太简单了。对，我就想说，好，我用人体去表现大象挣扎的样子，然后接上大象的头。对，那人体的意义就是，我们去日式料理店啊，看到一条鱼被切块，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如果今天是一条人的手臂在那边，我们就会觉得，哇，天哪，超级可怕。对。所以我用人体去让观众比较能感同身受，这些动物受到这些欺负的时候的那种状态。驼鹿，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它这个角。对，把它的鹿头挂在家里。OK。然后鲨鱼的鱼刺，对，所以我就把手臂卸下来。对。哦，鲨鱼，然后它手没有鳍了。对吗？对。金刚，大猩猩。这就是土豆做的。土豆？对，土豆。土豆真的会做东西耶！土豆真的会做啦！我以为你刚刚真的是讲而已耶。没有啦，真的会做啦。真的会做？是你做的？对，这个也是我做的。哎，你很厉害耶！那你那么低调干嘛？你还有什么是你做的？还有后面的这一些小动物。哇，这也太 Q 了吧！这个系列就叫做 Q 兽团。Q 兽团哦。对，就是 Q 兽团是什么意思？它是我从大一的时候开始做的一个系列。就是我打算从这个大一做到大4毕业，看能够做多少，就当做是我的毕业制作。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我把一些我生活中的经历，就把它转换成可爱的小怪兽呈现给大家，就是有点像是在把我介绍给大家的感觉。所以这些就是我的小分身 Q 兽团。
因为喜欢，多年来凯翔身上始终有源源不绝的创作力，靠着自己摸索研究，打造栩栩如生的纸上世界。而他的艺术作品也不止如此，更进军玩具界，推出收藏公仔。当年孤军奋斗的大学生，现在有了志同道合的学徒，一起切磋合作。他们开班授课，让更多人认识纸世界的无限可能。看完了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什么获得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